兄弟们，高度2000，10点钟方向，准备攻击。208收到。下方11点方向，攻击。2205明白。打开加里装置。
中国は平和と統一を求め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き、突然盧溝橋事変が起こりました。国民は奮闘しているばかりでなく、世界世論にも強い影響を与えています。その事変は中国存亡の問題だけでなく、全世界人類の平和に関わっています。やめろ。そんな男の言うことは私聞きたくて、重要なことを選んで喋ってくれ。はい。大事なのは次です。もし開戦すれば、南北を問わず、年齢を問わず、誰にでも交戦する義務があります。すべてを犠牲にする覚悟を持つべきです。あれは名声取るのために。共産党の方はどう言ったですか？共産党の電報によると、まずは中国国民の交戦が中国の唯一の勝利の道です。将軍も国境が連勝できると思うですか？私の情報によると、西安事変が起こって以来、延安での宣伝資料にはファンジャンという文字がありません。あれはすべて口言うだけですよ。私からシナ人の領海に対して、内藤はその名族の悪の勲章だ。あるいは頑固な病気でどうようにも助かりようはない。紹介式は共産党に指揮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。その地方の軍閥も指揮することも同じできない。シナは一つ皿の砂とみたい巨大な弱いの巨人ですよ。これはシナのすべての人物のことですよ。大日本帝国はよほどここまで見えると、そんな巨大なものと開戦する度胸はないじゃんですか。将軍のご存知の通りで、私は私のおじいさんやお父さんともともとは商売人です。私も早くその戦争を終わらして元の本所に戻れと思いますが、でもその日にちがもう近づいたですよ。もし北京と天津を占領して、シナの主なの師団を北上に引っ張って、その後家福の決戦、決勝、私いるのは決勝なんだよ。私言ったの意味がみんなわかるか？私言ったのは、シナに全滅すると3ヶ月だけですよ。それは私の傲慢じゃなくて、今国際的な教室なんですよ。アメリカの中華武官シレビ将軍もそう思った。司令官、連山空港は飛行機に襲撃され、ほとんどの人は殉職しました。これは不可能だ。電話中断されました。参謀からの最後の電報です。ちょっと、おい、陸軍本部に報告しろや。とだけ言って私の試食だ。バカ野郎、これはただ一時のことだろう。関東軍は家福の決戦を用意をしました。その近いうちに北京と天津を攻めるんだ。
报告毛司令，我们轰炸连山之后，绕到锦州，轰炸了关东军司令部，织田显吉应该被活埋了。你向我请功？我只是如实汇报。告诉你，你本来可以得一枚勋章，可你漠无长官，无视军纪，擅自行动。南军要是折会下来，你第一个倒霉。来人，把他押下去。如果咬高有罪的话，那我们有罪，我也有罪，你把我也抓起来，把我关起来，把我关起来，怎么了？把我们也抓起来！别吵了，想谋反吗？带去。解散。哎，大家回头洗漱一下啊！等一下，饭堂为大家准备了秋红酒。走。报刊报，天兵将死高志航，张鲁北行炸鲁阳，北平师长日前呼吁，日军集结重兵，北平危在旦夕了。何事ですか？大事だ。どうしたんですか？我々が情報に出すことに失敗した。連山飛行場と新州の司令部が夜間の空砲にやられた。まさか。間違いあるはずがない。关田、お前は李海源を使って高志航の計画を知れ。はい。高队长，高队长，毛司令来看你来了。高大队长，你受委屈了。经过我好一番斡旋，总算说服南京，你可以出去了。感谢毛司令的大恩大德。在我强烈的举荐下，南京决定授予你保定勋章一枚。本人受宠若惊。这不是我要听的。那我要说恩同再造，肉麻。不肉麻。作为一个军人，服从上司是第一位的，是长官，是亲生父母。那我给您认个错。长官的话，志航谨记。这样，你呢，好好梳洗梳洗，换换衣服。周主任要亲自召见你。是。还有，周主任可不知道你住在这里哦。放心，我啥都不会说。晓得就好。咋的？没带够啊？啊？别耷拉个脸啊，好像欠钱似的。你这张脸我都看够了。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我是你的长官，啊！作为军人，服从上司是第一，要把长官视为亲生父母。学得挺快啊！叫爹，叫爹。我。报告，进来。高志航啊，功臣呐！今天计划成功，让蒋委员长可是2夜都没睡好啊！啊，我这次来啊，一是劳军，二是整治军纪，准备迎接大战。最重要的是第3个问题，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。日本人扬言，王华只需3个月，而中国空军最多能挺过15天。
你认同这种说法？我想说哀兵必胜，可是这话我说不起。我知道我们中国空军的家底，带翅膀的都算上，也就是300几架，其中50几架是老弱病残。可是日本人光战斗机就是2800多架，实力相差太悬殊了。这是现实啊，只能面对。可是外界盛传，委员长这几年拨给空军的款，足够买500架飞机的。你想说什么？不是下官想说什么，是很多人想知道这笔钱去哪儿了。这件事不该你问。那您总该问问我去法国军购的事儿吧？好，看来你是有话要说，是吗？看你有没有时间。我没时间。今天下午，我和毛司令要出席北平的一个作战会议。那以后呢？没兴趣。还是回答我的问题：空军到底能不能挺过15天？您太乐观了。10天总该没问题吧？还是乐观。以中国国防力不弱之故，报日乃得于24之内侵占我瘠辽之范围。若在于绝交宣战之口实，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，在3日内，悉为敌军所蹂躏。你是说，最多只能挺过3天？是的。混蛋！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请长官息怒，支行方才所言，皆是委员长的原话。你造谣！您可以去考察民国21年1月21日的《时事新报》。我问的是你。下官不敢与委员长相悖，不过我可以说一句话：4大队可以集体阵亡，但不会有一个俘虏。好，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我要把你这句话作为中国空军的誓言。呀妈呀！这干啥呢？这是？没事没事。这不前2天那个什么嘛，军火库让人给炸了吗？啊！完了说是山上那些土匪干的，这抓人的。土匪，现土匪人家都叫抗联了。你别，你等我得过去了。啊，那我回去了啊！哎。皇军好，皇军好，皇军好，开进辛苦了，开进。上菜啊！快，鸡鸭鱼什么的，给上，快！皇军好。哎，快走！过来，怎么别快？你看你旁边吃。ほら、肉。ほら、魚もあんだろ。お、はい、乾杯。うまそうだ、ほら。うめえ。皇军。よしよし，你的良民大大的。皇军的。人家弄没？よし。哎呀，よし、飲め飲め。来来来，うまそうですね。よし。飲め。さあ飲むぞ。乾杯。食べろ。乾杯。乾杯。たくさん飲め。飲め飲め。酒はたっぷりあるぞ。飲め。さあ食べろ食べろ。どうしたんだ。おじいさん。おい。どうしたんだ。そうか。おい。
おい。うわ。毒が入ってるぞ。おい，止まれ！止まれ！逃げるんじゃない！止まれ！止まれ！这个是大老刘的故事。在通化民间的演绎中，这个人被吹呼得神乎其神。其中一个版本说他是东北抗联派到通化的秘密杀手，可以用6种有毒的山蘑菇配制成剧毒食品，专门暗杀日本人。但在通化的抗日正史中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名字，他太不起眼了，就像通化遍地生长的婆婆丁。奶，我那个人我知道。有一点。哎，你知道啥呀？我知道他们来过咱们家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千万不能说他来过咱们家，也不能说你认识他，记住没有？为什么？哎呀，别问为什么了。哎呀，你奶奶这辈子算是走了眼了。我就以为她是个长破鞋的，你说，她要是块豆腐啊，也是个水豆腐，捏不起来。这没想到你说扑通一下，她把天捅了个窟窿。哎呀，这人呐，可真没处看去。北平现在在下大暴雨，根本飞不了。你有啥任务不能电话里说呀？这是紧急作战会议，你怎么回来我不管。不过我要告诉你啊，明天早上8点钟。我要在会场上见到你。这不整人吗？什么情况？他非要让我明天早上8点之前回去，这天怎么回去？大队长啊，机场停了架货运客机，说飞上海的。哎！师傅，搭个车。去哪里？去南京。前面有段路被日本人占了，你大钱我大命，我不干。这车被征用了，我下来。哎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！哎呦！大神你小子呢？啊！哎啊！那可我呢？你现在在哪儿？皖南新四军秘密交通站站长，副的，相当于副连长。共产党。啊？哎呀，对啊，这还得感谢你啊。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我只知道咱俩现在是冤家。曾经是。蒙蒋委员长宽宏大量，咱们现在走一起了。我们现在全程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。咱俩帽徽一样的。我真有点不太适应。我有点不太习惯。走走，上车上车。好。你上哪儿啊？南京。你运气不错呀，我是回皖南，正好是路。老子运气一向不错。你这车上装的都是啥呀？哦，药品、盐，还有10几条枪吧。10几条枪？你这独子车上装了至少几十条枪啊！啊！哎，看见没？花杆机枪啊！你那是土叫法，这枪叫斯登，弹夹里边能装30发。用这枪的时候小心点儿，很容易卡膛，容易进沙子。
干啥干啥呀？走我咋整？心眼儿吧你！哎，对了，这枪是德式装备，你从哪儿整来的？你们88877不是跟日军交上火了吗？啊，死了不少兄弟。我们捡的养老不算毛病吧？你自个儿整的啊？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交通站呢也就3个人，共产党讲究啥呢？干不干活，我都习惯了。行了吧啊，别跟我面前炫耀共产党，充其量也就是3、4万的残军。哎，你可别刺激我啊！啊，我们共产党有政策，我不想上河去。咋的？再咋说，老子也是你恩人。是啊，当初你要不饶我小命啊，我也没今天呢。哎呀，是我没缓过劲儿来呀，还拿你当自己的兵呢。现在呢，该改称呼了，应该叫任副站长，是吧？来，整一根。听说现在4大队都换霍克三了。你咋知道的？毕竟以前待过的老部队，感情还是有的吧。现在跟日本的96有的一拼了。哎呀，多好啊！我相信吧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们也会有飞机的。啥意思啊？想多了吧你啊！我是说，我们缴获小日本的。看来真是要打死仗啊！是啊，有什么怀疑吗？不，我对贵军保持一份敬佩。说错了，我们都是国民革命军。你就归党吧。王司令他们在哪儿？在会议室开会呢。日前，张自忠将军已经向日本人开火了，他们发誓要把上海的日本人统统赶进黄浦江。我看这不是没有可能，因为我们在兵力上占有优势，在装备上全是德国的。很可惜啊，在昨天夜里，美英意德等5个国家的领事馆联合向南京政府提出通告。要求不要把战火烧到上海，原因是他们在上海的诸多利益要受到损害，这让委员长很为难啊。他已经连续2次让张自忠停止进攻，还要美国出面调停。我看调停要是成功的话，在上海的战事可能就此停了。不要抱这种幻想了。战车不是风车，停是停不下来的。中日决战是不可避免了，只是在华北决战还是在上海决战，这是个问题。其实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我都把你给看了，你跟我告什么别啊？好啊，你气我是不是？哎呀，你不用拽我，你放心，这次我不会跑，省得把你跑成坏人。我是说，你刚才跟我说告别。这几天老百姓都轰轰，说日本人马上就要占领北平了。我妈不放心我，
说日本人见着女的往死里祸害，所以他让我回上海念书。有我们在这儿，小日本敢吗？我是这么说的，可我妈说……你妈说什么？我说了，你别生气啊。我妈说，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对，我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妈说的对。你在上海有什么人吗？我姨妈。走吧。当兵的，我还能再看见你吗？算了吧，我又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就不是好东西。哎，你生气了？你们知道，北平、天津已经沦陷，这在我们预料之中。我们现在最怕的是，关东军沿中国的2大动脉——津浦线、平汉线南下进攻，先取山东、河南，后克湖北、安徽，然后直接插入中央政府的战略后方武汉。如果武汉失守，中国将被拦腰切成2段。京沪杭100多万中央军将处在日军东西夹击之下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呐！这就是为什么蒋委员长曾经力主在华北大决战。我们空军第4大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上去的。可现在的情况变了。据最新的情报，日本又一艘加贺号航母，包括驱逐舰、战略舰，已经从日本的本土编队出发。估计明天这个时候，像上海、宝山、佛山、顿山，还有胡永这几个港口，将会被日本的战舰挤爆。这战舰上，光有几千个陆战队员，还有几十架96式轻战机。所以诸位要清楚，在关东军眼里，东北、华北是嘴边的肥肉。可在日本海军的眼里，上海也是一块肥肉。日本海军省想要控制对华作战的主导权，就必须吃掉上海。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话，原本有可能发生在华北的大决战，就会戏剧性地转移到上海的淞沪一带。这也是蒋委员长喜欢出现的事情。但你们要知道，上海北控长江口，南领杭州湾，东临东海，西平南京，战略地位之重要，说什么都不过分。所以这一仗不打则已，打就是旷世大血战。按照委座的最新训令，我们空军所有部队进入战时体制。我任空军总指挥，毛邦初任空军副总指挥。现在我命令高志航，哟，你的4大队在14日中午2点务必赶回笕桥待命，明白？总队长，我看还是等一等吧。我意已决。其他部队必须在15日晚6点之前做好出击准备。是。现在我提醒一句，日本空军
已经把我们中国的空军列为优先打击的目标。此一战事关中国空军的荣誉。我想借用高志航的一句话：中国空军可以全体阵亡，但绝对不许出现一个俘虏。诸位，共勉吧。是。几点？李贵东，根据空军作战1号令，你务必于本月14日中午12点以前率部抵达笕桥，并将5只战机派专人随同飞往。谢谢。长官，你回来了！哎，大娘、嫂子，长官回来了！老大呀，你说你就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人都回来了也不给家打个电话，给家来个信儿。哎呀，这不回来了吗？你看看，南边也打，北边也打的，你说也不知道你怎么回事儿。是啊，大娘天天逼着我要给你打电话，以为你那个了呢。哪个了？哪个了？长官回来也不问吃没吃饭。还真没吃呢。那快点，马上。都在锅里呢啊！快下来吧，爸爸累。没事。来，慢点啊。哎呀，我去拿筷子啊。我来帮你吃饭。不走了，就搁家门口打。哎，对了，荣然，有时间啊，你往家里去个电话，让你爸你妈尽快搬出上海。我早说过了，可是外公说打死也不离开上海。外公不走，我妈也不走；我妈不走，那我爸也不走。哎呀，就是家能搬，国能搬吗？你把中国掰到外国去啊！中国呀，都到了这石墩上了，不能藏猫猫了。现在就得喝出去了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妈，你这话说的跟委员长说的话可像了。委员长咋说的？委员长说了，要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，要是连武器也没有了，就用身体铸就护国的长城。妈呀，说的真好。送你一样东西。什么呀？我的飞行证。在空军啊，有一个习惯，每次遇到大的战事，我们都会把自己的飞行证交给自己的太太。如果没有结婚呢，就交给父母。柜子里有个小木夹子，里边是我所有的积蓄。不说这个了。哎，告诉你啊，妈现在在她屋里搁了一个观音菩萨，每天在那念念叨叨的，不知道说什么。我々は間もなくヒナに出撃するぞ。この度は一つの怪我を断つことになる。それは帝国空軍が無機的な神話を作ることだ。神話をできさえば天皇陛下は帝国空軍、陸軍、海軍肩を並べれるだろう。私の夢わかるか？はい。言うとすれば、日本空軍の神話、大和民族の神話、愚かなヒナ人への恐怖の神話だ。我々は天から降ってきて、我々の爆弾で奴らの疑問を抜いてやる。ヒナ人は我々に勝てないと思えば、3ヶ月かからずヒナの領土は天皇陛下に差し上げられる。私はさらに君たちに言いたい。
避難の地で軟着の品人を出くわせば、避難の空は我々のものになるはじめだ。君たちは旅行気分でゆっくりいればよい。出発準備。はい。联系到了，那边是叶雨天，李队长他们强行起飞。这是刚接到的一份通报，日本海军的鹿岛联队和木梗金联队已经分别从本土和台湾起飞，航向、作战目的尚不明确。总署有什么指示？就是个待命。通知李桂东，全员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月初在庐山开作战会议，委员长当着陆军将领的面夸口说：“我还给日本人准备了800架的飞机呢。”周主任马上纠正他说：“可以参战的只有300架。”结果你能想到，他朝周志柔大发起火，说：“那我批给你们的捐款都跑哪儿去了？”我看根本没办法收场，我只能站出来挡架，说这是我的决定，钱都存去了香港的银行。哦，这个委员长私下问过我，我说秘书长的决定是对的。现在国外机型更新得很快，我们不能把这笔钱一下子给花出去嘛。可我另一个决定是错的，我不应该让你管理这笔钱。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我让人把账目都调出来查了，钱数短了一大笔不说，大进大出好几笔，分明有人在挪用。这部队粮饷不足，你是知道的。每到月底要发饷的时候，我都是拆东墙补西墙，飞机的维修、器材的采购，还有飞机的保养、飞行员的疗养，哪里不要花钱呢？我又不是开银行的。撒谎你都不会。财政部孔祥熙是我姐夫，我在这里做秘书长，他会克扣空军的粮饷吗？那，你走私军火的传言，我早有耳闻。奈于你是委员长的内亲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姨妈，这个跟你说过不要叫我姨妈。秘书长，这个事儿我是有不检点的地方，但是也不能排除有些人在背后造我的谣啊。我希望他们的目的呢，是给委员长的脸上抹黑，还要请秘书长明察呀。大战在即，我没这闲心了。你呀，好自为之吧啊！有句话，我如鲠在喉，不知能说吗？说。有人预言，中国空军如果避战，还能顶个10天半个月；如果主动迎战，不出3天，粉身碎骨。你也太悲观了吧？那委员长比我更乐观吗？你的本家宋泽远倒是很乐观，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，他能守北平4个月，结果怎么样？3天，失手了。可我们没有什么其他选择，与其坐而待毙，不如铤而战死。
卑职以为，中国历史上凡是主战的，后来都成了英雄；凡是主和的，没有例外，都成了汉奸卖国贼。千夫所指啊！你说说空军。空军是委员长手上的一张王牌啊。有没有这张王牌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主动迎战，充其量是给日本人送去一张靶子而已，这有意思。要是中国亡在日本人手里，留这张王牌还有什么意义呀？我不是亡国论，我是主张和谈。委员长何尝不想和谈？日本人胃口大着呢，这条路走不通的。总不见得让委员长去当满洲国的溥仪吧？在那儿。别停手！你给我下来！大队长，下来！大队长，我都快散架，一路上雨下个不停。这个娘们子赶紧脱，把草帽给我。是。大队长，指挥部刚刚来电，说让我待命。你带领大队长到头了，现在4大队姓高，你别搞错，不能指挥姓毛。将在外，千里有所不受。大队长，飞机已经没有了，不还有3升的备用油吗？是。大队长，你听我说，让他们给我拿起来，马上去啊！大队长，给我下来！周志豪，你疯了！如果守着势力，早把中国洋气倒在这。拉起来！高志豪，你他妈是疯狗！拉起来！拉起来！快拉起来！拉起来！快拉起来！哎呀，高志航啊，你要是够尿性啊，你就给我整这个。208报告，这太后什么也看不见。高木两军，明白。
历史终于翻到了这一页。1937年8月14日，淞沪大战的序幕刚刚拉开，马上就进入了高潮。高志航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一天注定会载入史册，成为中国空军里程碑的日子。你没事吧？哎，李波。回去，这危险！快！哎呦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是？妈，我看见他了。谁呀？2208，2208，你看。
years war reporting. This has to be the strangest battlefield I've ever seen. You could enjoy a coffee while watching the air fight overhead.下一架日本的飞机，我就嫁给他。
これがお前が出した結果か。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。お前の恋は第一歩も出てこないはずだ。後方向に投資するがいい。高继恒，不料这第二个下日。弟兄们，回家。明白。6-0，称得上完美绝杀。明天一发报。祝贺你，还有马屁呢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的脑袋保住了。我不演不演，你就回不来了。